嗨，你好。在育儿这条路上啊，我们是不是都希望跟孩子可以有更好的沟通呢？欢迎来到安亲子书房练习曲。你有没有过这种时候啊？就是孩子为了一件超级小的事情，突然就闹脾气了，或者说他就是很坚持己见，然后你明明已经告诉自己要温柔、要冷静，但那个火气还是忍不住一直往上冒。好，在亲子互动里面，不生气这3个字听起来好像很理想但说真的要做到好难哦。直到最近啊，我读完了这本《父母不动气，孩子能听懂的轻松应答法》。看完之后，我心里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就是原来我平常在家里跟孩子互动的很多习惯，跟书里面讲的那个思维竟然这么像真的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说，今天想分享的，并不是说我看了书才开始做这些事反而是这本书帮助我厘清了原来我们家这些互动方式之所以能让孩子的情绪比较稳定，也比较愿意合作，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也因为这样，我们家的气氛就变得轻松很多。所以今天呢，我就把我平常在家的实践方法，结合书里面给我的启发，整理出了3个核心的方法要来跟你分享。这可不是什么空泛的理论这是我从孩子3岁一路用到现在6岁多，都是我们家真实生活里的沟通方式。那它们分别是双赢沟通、弹性思考，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我们的感谢仪式。好，首先我们就来聊聊第一个核心方法，双赢沟通。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跟孩子的沟通有时候会整个失控啊？其实你想想看，大部分的亲子冲突背后常常都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大人急着要讲自己的需求，然后孩子呢也急着希望你理解他，结果就是两边都觉得对方不听我的，然后就卡住了。但这里有个好消息只要我们稍微调整一下对话的顺序，就可以很神奇的把这种对立的感觉变成一起合作的氛围。这个方法呢，就是我整理出来的家庭双赢沟通4步骤。它最棒的地方是，可以让孩子感觉到自己有主动权，同时也让我们大人在沟通时有个方向，不会乱掉。这样一来，沟通就不再是吵架了，而是变成我们一起来解决问题吧。好，我们一步一步来看第一步叫做尊重，很简单，就是把我们心里那句“你怎么又这样啦”换成我听听看你的想法是什么。记住尊重不等于答应，但它能让孩子感觉到我的话妈妈有在听。再来，第2步选择，给孩子选择权，其实就是给他责任感。你想想当他觉得自己有参与，那个配合度是不是自然就高了？好，第3步采纳。采纳不是说他说什么我们都照做不是的，而是把孩子的意见当成一个很宝贵的讨论材料，让他感觉到哇，我在家里也是很重要的一份子耶。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要一起找出那个双赢的方案，一个可以同时照顾到大人跟小孩需求的办法。我来分享一个我们家的真实故事有一天我就心血来潮，想说给孩子一个惊喜，就带他去吃他很爱的松饼。结果糗了，到了店里，松饼竟然卖完了。我心想他一定会很失望，正准备要提议说那我们去别家店好不好的时候，没想到他竟然抬头跟我说，妈妈没关系呀，这家有卖 yogurt， 我也很喜欢吃。你的需求是想要给我一个惊喜，我的需求是想要吃好吃的东西，那我们在这家店吃 yogurt， 我们2个的需求不就都可以满足了吗？哇，我跟你说，在那个当下，我真的超级感动的。这真的不是说孩子突然之间就变懂事了，而是因为这种双赢的思考方式，已经透过我们平常一次又一次的练习，慢慢内化成他的一部分，变成他的习惯。然后呢，就在这种真实的生活情境里，很自然而然的就表现出来了。好，那接着我们来看第2个重点。书里面有提到一个一体两面的思维，哇，这个真的让我超有共鸣的因为这也就是我们家一直在练习的，我称之为弹性思考。
其实从孩子还小的时候开始啊，我就很常跟他玩一个对话游戏。我们会一起讨论说，这件事情你觉得它好的地方是什么？那它有没有什么比较麻烦或是困难的地方？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看，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发现？就是这样很简单的练习，我发现孩子的思考真的会变得非常灵活。比方说有一次我跟孩子在聊病毒是怎么让我们生病的，结果他听完之后竟然反问我一个问题，他说：那妈妈，这件事情有好的一面吗？我当下还愣了一下，想说生病哪有好的一面？结果我还在想，他自己就接着说：我想到了，对我们人类来说当然没有好处，可是对病毒来说，这是他们活下去的方法。你知道吗？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才6岁，可是他已经可以做到跳出我们人类自己的视角去思考事情了。这件事真的让我感觉很深刻。原来呀，我们平常陪孩子讨论的每一次，那些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很微不足道的对话，其实都在他心里悄悄地种下了一颗种子，然后就在某一天，他就自己发芽了。好，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我自己觉得最温暖、最喜欢的一个练习，这也是我们家已经做好几年的睡前仪式，就是感谢与感受的分享。很简单哦，每天睡前，我们全家会轮流，每个人说2、3件今天想要感谢对方的事情。比方说，孩子可能会说：谢谢妈妈今天陪我玩积木。然后我也会跟他说：谢谢你刚刚帮忙把玩具收好，妈妈觉得好温暖哦。你别看这个仪式好像很简单，它带来了2个非常美好的影响。第一个是孩子会开始看见自己拥有的幸福，第二个更棒的是，他会开始看见自己对这个家的贡献，这对建立他的价值感真的非常重要。我再分享一个小故事，有一次睡觉前，我只是很顺口的提醒他被子要盖好哦，结果他竟然转过头来，很认真的看着我说：妈妈，谢谢你的关心哦。那一刻我的心真的直接融化了。这件事也让我再一次深深体会到，人家说教养无他，唯爱与榜样，真的是这样。我们怎么对待我们的孩子，他就会学着用同样的方式去对待这个世界。所以你看，今天分享的这几个方法，不管是双赢沟通、弹性思考，还是感谢仪式，他们真的不只是一些技巧而已，它其实是在建立一种家庭的文化。当我们愿意慢下来一点点，多听孩子说一句话，多给他一个选择，你会发现孩子回馈给我们的会是一个更自信、更贴心，也更愿意思考的样貌。说了这么多，不如我们就一起来试试看吧。这礼拜我想邀请你跟你的家人一起做一个小小的家庭练习。这礼拜的行动任务非常简单，只有一个，在家里练习1次就好。练习1次我们刚刚说的家庭双赢沟通4步骤，真的只有1次就好，记得吗？先听听他的想法，给他一些选择，然后一起讨论，最后找出一个大家都开心的双赢方案。你可以从生活里很小的情境开始哦，比方说明天早上要穿什么衣服啊，下午要吃什么点心，今天晚上要听哪个睡前故事，甚至是一起分配做家事，这些通通都是超级好的练习机会。当你试了之后，你可能会很惊讶地发现，我的孩子好像不是那么难教，他只是需要一个对的方法。而你自己呢，也远比你想象的更有力量去创造一个很正向、很温暖的家庭氛围。希望今天听完，你可以带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不动气真的不代表要压抑我们的情绪，而是我们要去找到一种让大家都觉得很舒服的对话方式。当你找到了，你会发现孩子其实比你想象的更愿意合作，而你也能在家庭关系中感受到更多的平静，还有更深的连结感。
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也欢迎你订阅 Ann 亲子书房练习曲。在这里，我会陪着你一起把教养这件事活成一件越来越轻松也越来越美好的事。我们下次见喽！